是饭店的早餐，很简单，就是一些面包，有蛋挞、优格。这是什么？好酷！就是一些比较欧洲人很爱的早餐，就是比较简单啦。这间饭店也不大，所以它的东西也没有很多，但是还蛮可爱的。你可以跟他叫新鲜的柳橙汁。早上就从一杯温暖的咖啡开始。很不幸的，今天波多的天气，我走出饭店的时候发现，下雨。好，我的雨伞派上用场。今天的行程就是也只能很放松的拍一些附近的景点。所有主要的景点其实也不会离得太远。在欧洲就是啊，即使你有吃早餐，就比如说你7、8点吃早餐，你10点、11点呢，就还是可以找个地方，就是喝一杯咖啡，真的很欧洲人的感觉。刚好这一间咖啡厅是在我们饭店附近，然后我们觉得气氛不错，我们在考虑说要不要来这里吃早餐，因为我们饭店的早餐就是过于简单。给大家看一下里面的样子，里面蛮漂亮的，那个风格很好看。哎呀，谢谢，你会讲。你好，为什么这次遇到那么多人会讲国语？里面走还有几个位置哦，好喜欢这种灯哦。要是在家用这种会被就觉得就是感觉 Airbnb 很适合。哎，你赶快考虑一下你的风格，我觉得好可爱哦。马龙喝什么？就喝手冲。他很喜欢手冲咖啡，他都会点不一样的手冲，然后问一下店员说有哪些可以选择。我就是一个早上需要喝拿铁或卡布奇诺的人。现在要排队进去莱罗书店，我们在网络上有先预购票，现场人很多，可是最可怕的是现在在下大雨。你看，大家都撑着雨伞在这边等，但是即使天气如此，还是要出来观光，完全无法拍美照的一天，就只能拍建筑物，而且我还要小心我的相机。这个是号称世界上最美的书店。OK， 我们到了，我们要进去了。进来了。虽然书店里的空间并不宽敞不大，算是比较长型，但是它的藏书有很多。进来正中间这边有一个很华丽的阶梯。哦，这边是亮点。大多数应该都葡萄牙文书。它这一间书店已经超过100年历史了。其实人实在是太多，我要上去阶梯都很拼。在这边里面拍照，大概就是拍到很多的人头，而且因为它的阶梯很窄，一次只能2个这样子擦身而过。在2楼往下拍，这边很华丽，可是啊，拍到的大概都是人头。人实在太多了。如果真的想要买葡萄牙文书啊，一些很厉害的书籍的话，应该是一个很棒的地方。其实有蛮多外国人，他们都是进来买书的。不过因为它是观光景点，所以拍照啊、走动的人相对比较多，比较难静下来好好去选书了。这里也有卖一些纪念品，大家比较好入手的，比如说像这个袋子，然后还有马克杯，然后有空白的笔记本，就是属于比较精致的小东西。我们现在有一种错觉，就是我们以为在伦敦，还是在爱丁堡，吓成这样。刚好在莱罗书店的附近就也有其他景点，这里是教士塔，就也是来波多玩会来的。你现在看它是黑黑的，对不对？因为它本身就是
就是黑黑的，但是天气很不好，所以它看起来更灰。然后这个是 Bordeaux 最高的建筑，然后你可以在最上面那边看整个 Bordeaux 的市景。在飘雨，还有外国人在野餐，非常外国人的 style， 而且还喝酒。希望等一下就不要下了，不然好狼狈，就不能拍照。我也怕相机湿掉。在这种凉凉的天气啊，就很适合买烤栗子。路边这种烟飘出来，大家不要吓到，这个就是烤栗子，其实还蛮香的。这边就是在教士塔旁边的教士教堂。这个天气是连敷底也救不了的颜色。还好现在雨停了。这一条街道也是 Bordeaux 很著名的街道，叫做花街 Rua das Flores。然后它这一条有一些就是商店街啊，也可以买东西。更特别的是，这边的墙上有一只猫，走过来一定会看到，因为它刚好跟花街这个标志的后面。太可爱了，很大只哦。我们这里啊，又看到我们在里斯本住的那个饭店式公寓，大财团呢，他都会选这种很市中心的地方。Ando Living， 很多人私讯问我说，我到底是住什么民宿？这里，它这个就是饭店式公寓，然后它的设计都会很不错。伊森堡也有，马德里也有，所以大家可以参考一下。并不算很便宜，但是它的设计很特别。在这边有小阳台，我要去吃我的海鲜炖饭。马龙要去吃他的素食餐点，海鲜炖饭是我觉得这一次吃下来最好吃的东西，所以我还要再吃一次。来吃中餐了，这间店小小的，店里面现在没有什么人，最喜欢这样。其实他们的菜单啊，除了有葡文，也会有英文，所以大家也不用担心旅游起来不会很困难。我是来吃海鲜炖饭的，也不是所有的店都有卖1人份的。这间好像评价不错，我来吃吃看。这里的餐点真的很大份，这个其实只是1人份的，但好像4欧吧，你看就很多。OK， Thank you。来了，我的海鲜饭。我刚刚看到锅子傻眼，看一下它的料：蛋菜、虾子，就是这个米啊，满满的海鲜香味。哇，这种天气吃这个刚好。我本来觉得他们的气泡水没有那么有气，刚刚喝到那个 Limeiro 这个牌子还不错，我觉得它是相对比较有气的。来吃海鲜饭，通常就是会给你一个碗。这间的米更有米心的咬劲。一开始来的时候，酸菜是会有一点浓郁，然后你吃到最后，它可能就会慢慢的割起来。这好鲜哦！喜欢这个人绝对可以吃得完，比我在里斯本那个吃的还要少。超满足，超满足的。是白天的路易斯大桥，我已经有拍了夜景，但是我想说白天还是来看看这个里贝拉广场跟路易斯大桥的样子。广场这里也是旧城区，那这边有蛮多的餐厅的，杜罗河边有很多的餐厅跟一些小店。那在这边吃饭呢，应该会稍微价钱再偏高一点点，可是我觉得整个葡萄牙的消费应该算是欧洲里面很亲民的啦。对面就是喝波特酒的地方。我们到了，这边是卡尔默教堂，然后这边呢就是它的入口，就可以买票进去参观。大家都会在这个蓝白巨大的妆画这边拍照，那整个城市都会看到蛮多像这样特色的画，很美。我是从里贝拉广场走上来，就有一点距离，再走快要20分钟。但如果大家去参观莱罗书店，过来就会稍微比较快一点点。来近看一下这个砖画，我刚刚原本想说远看怎么那么
淡的蓝白色，跟大家的照片不一样。原来它是用了，现在好像有用一层薄布、薄纱那种把它盖起来，远远看就有一点就是淡色这样，但是它真实的颜色就是像这样子，颜色是很鲜艳的。OK， 即使下雨，我们还是非常的有效率。如果你搭大众交通工具也非常方便，就是在这一站，这里就是阿玛斯教堂，非常抢眼，蓝白瓷砖的彩绘，跟刚刚看到的卡尔默教堂不太一样。但其实就是，如果对不懂画的人，感觉看起来应该也是差不多哦。一直下雨，我怀疑这真的是伦敦啊，也可以进去参观。但是今天实在是太狼狈了，我在这边也宣布我的波多旅游景点全部完毕，就到这里。这边侧面也是很漂亮的画，而且这里啊非常方便，因为它坐落的地方就是在市中心。如果大家看完教堂想要逛街的话呢，有一些连锁品牌、一些国际知名的品牌也会在这里，所以大家就可以在那边逛街。但今天真的是有点困难。我今天虽然天气这么糟，我还是去了4个景点，我要给自己掌声鼓励，这实在是太难了。也不知道下次什么时候才会来波多，该去的我还是要去。那我认为波多的景点就是不会很远啊，步行都可以到的。那我从卡尔默教堂过来这边是有点距离，所以我是选择搭车。我撑着雨伞，看起来拍照一定超丑的。不过呢，我还是很佩服自己。我今天去了卡尔默教堂，然后阿玛斯教堂，还有教士塔，以及莱罗书店，然后里贝拉广场，昨天拍了夜景，今天又去拍早上白天的样子。虽然天气不好，但是尽力了，把该拍的美景都拍完了。可是我必须说，我会很想要再回来葡萄牙，因为还有好多地方可以看。这边真的是很美的城市。等一下要躲进去咖啡厅，先等一下了。我连自拍都会狼狈耶。话说我这次在葡萄牙好像还没有逛到什么街，虽然时间还蛮够的，等一下要来补一下。